好，我们来深入看看你给的这些资料。平常我们一想到 DNA，脑中出现的就是那条很稳定、很经典的双股螺旋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我告诉你，在你的细胞里，有些 DNA 会暂时解开，自己跟自己，打上一个很精巧的小结，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？哎，而且这些小节还不是什么异常哦，它们反而是细胞内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。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这种叫做 G4 股结构啊，简称 GQs 的另类 DNA 结构。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 DNA 地图上的一些快闪的临时地标。快闪的临时地标。对，专门负责指挥基因什么时候该开启，什么时候该关闭。这个形容很贴切，意思就是他们一下子出现，一下子又消失。完全正确，他们就是迅速形成，完成任务，然后就解散了，又恢复到大家熟悉的那个双股螺旋状态。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十年来，科学家们一直对他们，又爱又恨。又爱又恨。他们很重要，但就是因为这种瞬时性，想完整画出他们在整个人类基因组中的分布图，几乎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很明确了。你给我们的资料核心是一篇发表在顶尖期刊核酸研究上的论文，还有几份相关的摘要。我们要一起来拆解这项研究，搞清楚这些 G4 股结构到底是什么，过去的地图为什么画不出来，然后看看一个新的人工智慧模型是怎么漂亮地解决这个难题的。最重要的，这张全新的 AI 地图揭露了健康细胞和癌细胞之间一个，可以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差异。好，那我们就从最基本的开始，到底什么是 G4 股结构？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拗口。其实概念很直观了，在我们的 DNA 序列里，有些地方富含一种叫做纽嘌呤的碱基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G。对 ATCG 的那个 G。没错，在这些富含 G 的区域 ，DNA 单链有时候会自己折叠起来，形成一个4条链交缠的结构。你可以想象成4条线穿过好几层由纽嘌呤组成的平面，把它们牢牢固定住。所以是从双股螺旋暂时变形成4股的结构。资料里有个词叫 slip-ons，这个词取得真好，就是指它们可以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来回翻转。没错 ，flip-ons 这个词完美地捕捉了它们的动态特性。它们的功能就是作为基因调控的信号标志。当某个基因需要被大量表现，或是需要被关闭时，这些 G4 股结构就可能在基因的关键位置短暂形成。像交通警察一样。对，像交通警察一样，指挥特定的蛋白质过来，开始工作或是停止工作。听起来很重要，但你刚刚说过去很难把它们全部找出来，为什么？如果它们有特定的序列模式，用电脑扫描一下不就好了吗？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。光有序列模式还不够，因为不是所有符合模式的地方都会真的形成结构。所以科学家开发了很多实验方法，像是 G4-seq、G4-ChIP-seq 这些。等一下，你提供的资料里有张图表，显示不同实验结果的重叠率，这个数字范围也太夸张了吧？从6%到97%都有。对，97%听起来还算一致，但6%根本就是两组完全不同的数据啊！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是有些实验方法根本就是错的吗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这并不完全代表某些方法是错的啦，而是他们各自捕捉到了这出动态大戏的不同瞬间。不同的瞬间。对，有的方法可能擅长捕捉那些比较稳固、存在时间较长的 G4 股结构，有的则可能对那些一闪即逝的结构特别敏感。这就像是你派了好几个摄影师去拍闪电，每个人都只拍到了一部分，而且拍到的样子可能还不一样。结果就是我们手上有一大堆零碎，甚至互相矛盾的照片，但就是拼不出闪电的全貌。我们一直缺少一份全面可靠的黄金标准地图。我明白了，
所以传统实验方法就像那些有偏好的摄影师，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拍到的才是真相。那研究团队要怎么办？既然真人摄影师不行，他们就找来了一个 AI 画家。可以这么说，他们用了一个叫做 GQ-DNA-BERT 的大型语言模型。这听起来很酷，但背后的概念其实跟我们现在常听到的 ChatGPT 很像，都是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语言模型。哦，只不过它学习的不是人类的语言，而是生命的语言 DNA 序列。好，所以他们等于是给 AI 请了一个最高明的家教，让他去学习那些已经被多重实验证实过的标准答案，也就是一个叫 Endoqua 的资料库。对，但我还是有个疑问， AI 会不会只是学会了模仿，变成一个更会猜题的考试机器而已？它真的能画出一张比所有前辈都更精准的地图吗？这就是整个研究最巧妙的地方。这个 GQ-DNA-BERT 模型学会的不只是辨识模式，而是理解上下文。理解上下文。对，传统的电脑搜寻呢，就像是在文章里找特定词汇，比如看到 G 很多就标记起来。但语言模型不一样，它会阅读整段 DNA 序列，去理解这段序列的语法和语境。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吗？什么是 DNA 的语境？好比说，一段符合 G 四股结构模式的序列，如果它旁边的序列会让 DNA 变得非常僵硬，难以折叠，那模型可能就会判断，这里实际上很难形成一个有功能的结构。啊，我懂了。反之，如果周围的序列环境有利于 DNA 弯曲，模型就会给出更高的分数。它学会了生物学上的细微差别，而不只是一个数学上的模式匹配。说实话，5年前如果有人告诉我，我们会用训练来写诗和聊天的语言模型来解开 DNA 的秘密，我大概会觉得是天方夜谭。真的。但现在，它就这样发生了。听起来这不只是技术上的突破，更是思维上的跃进。所以，这位 AI 画家交出的成绩单如何？成果非常惊人，模型在整个人类基因组中预测出了大概36万个高信度的基四股结构。36万？对，这个数量远远超过任何单一实验方法能找到的总和。因为它等于是站在所有前辈摄影师的肩膀上，把他们所有的照片都看过一遍，还学会了预测闪电可能在哪里出现。研究人员非常有信心地说，这份地图可以被视为一份电脑模拟生成的黄金标准地图，为后续所有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面参照。有了地图就能看出地形了，这让我非常好奇，当你把36万个点标示在地图上，它们是随机散布的，还是呈现了什么特别的模式？这些结构的位置本身是不是就藏着它们功能的秘密？你完全问到重点了。有了这张地图，研究团队终于可以从找东西进阶到看懂东西。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模式。这个模式几乎解释了这些G四股结构是如何高效运作的。哦，是什么样的模式？他们发现，这些G四股结构常常是成双成对的出现。成双成对？对，要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得先快速了解2个基因调控里的关键元件。啊？第一个叫启动子 （promoter）， 你可以把它想象基因引擎的点火开关。开了，引擎就发动；关了，引擎就熄火，很直接。对。另一个元件叫增强子 （enhancer）。如果启动子是点火开关，那增强子就像是引擎的涡轮增加器。涡轮增加器？没错，它可能离引擎有点距离，但一旦启动，就能让引擎马力瞬间飙升。现在，这项研究的重大发现就是，G四股结构常常一个出现在点火开关上，另一个同时出现在涡轮增加器上。哇！他们像一个事先说好的团队，同步行动，来调控同一个基因。研究里称之为启动子增强子配对 （PEP pairs）。哇，这太酷了！所以不是单打独斗，是团体作战。一个主开关，一个增压器，而且他们会同步形成 G 四股结构这个信号。但我们怎么确定这不是巧合？这种配对真的会影响基因的表现吗？当然要验证。
研究的下一步就是要验证这一点。他们把这张居氏骨结构地图跟另一种叫做单细胞 ATACQ-seq 的数据叠在一起分析。后面这个技术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单一细胞里哪些 DNA 区域是开放的，可以被读取的活跃状态。所以，如果这些配对结构刚好都位在开放的区域，就代表它们不是被锁起来的装饰品，而是真的有在运作的开关。完全正确。结果发现，绝大多数的配对结构都位于染色质的开放区域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们再结合基因表现的数据，发现在90% 的情况下，90%？对，90% 的情况下，只要这对开关增压器组合出现了居氏骨结构，它们对应的那个基因表现量就会显著提升。这强烈的暗示了这种配对是一种极其高效的基因活化机制。好，这一切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我们知道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基因开启机制，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来了，这套机制到底都去开启了哪些基因？这肯定就是健康与疾病的差别所在吧？是的，这就是整个研究最震撼人心的部分。我们先来看健康的组织。研究发现，在健康的组织里，这些 G4 骨结构配对主要负责调控那些具有组织特异性的基因。简单来说，它们帮助细胞各司其职，做好自己的本分。可以举个例子吗？比如在我的脑细胞和皮肤细胞里，它们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同？当然，资料显示，在大脑组织中，这些配对调控的是跟神经元发育、突触形成和信号传导有关的基因。在血液中，它们调控的是免疫细胞如何辨识外敌、如何活化的基因。在肠道，则是跟上皮细胞如何吸收营养、维持屏障功能有关。它们就像是不同专业工厂里的精密控制面板，确保飞机工厂只生产飞机零件，汽车工厂只生产汽车零件。我懂了，它们是维持我们身体各器官正常运作、高度专业化的精密开关，听起来非常美好。那在癌细胞里呢？这套精密的系统发生了什么事？这就是最令人惊讶的发现。研究人员比较了正常组织和癌细胞，他们分析了脑癌、乳癌和胰脏癌，发现癌细胞中 G4 骨结构配对的总数量和正常细胞竟然差不多。等一下，数量差不多？我还以为癌细胞里会多出一大堆这种开启信号。如果数量没变，那问题出在哪儿？问题不在数量，而在他们控制的目标改变了。在癌细胞中，这些配对被劫持了。劫持了？对，他们不再去开启那些维持组织专业功能的基因，而是转而去疯狂地开启那些最原始、最基本的程序，就是细胞分裂、细胞周期和生长。这些是所有细胞都具备，但在正常情况下受到极度严格控制的通用功能。所以我试着用你的工厂比喻来理解哦。在一个健康的脑细胞里，这些开关就像一个尽责的总工程师，不断下达指令说，我们要维护这个神经回路，我们要强化那个记忆连结。但在脑癌细胞里，同样的这套控制面板被一个疯狂的工头占领了。他忽略了所有精密生产的指令，只是不断地对着全工厂广播：复制、增长、分裂，再复制、再增长。这个疯狂工头的比喻抓到了重点，但更可怕的是这个工头用的是工厂里最高效、最精密的自动化生产工具。他不是拿着大铁锤乱砸，而是把原本用来生产精密晶片的生产线改成一天24小时不停地生产最普通的螺丝钉。哇！这个行为不仅浪费资源，还彻底瘫痪了工厂原本该有的所有高级功能。而且这个模式在不同的癌症中都是一样的吗？完全一致，无论是脑癌、乳癌还是胰脏癌，都看到了同样的转变。一套原本用于支持组织专业化，让细胞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精密系统，在癌症中被重新变成了一个只追求变得更多的失控增值引擎。今天这趟分析下来，真的像一场奇妙的科学解谜。我们从 DNA 里一个神秘的小节 G4 骨结构开始，
看到科学家们如何因为传统方法的限制而陷入困境，最终靠着人工智慧才终于绘制出第一张完整的藏宝图。而这张图不仅回答了他们在哪，更揭示了他们在健康与癌症中扮演着Jekyll and Hyde 化身博士般的双重角色。是的，而且这张由 AI 生成的地图，价值远远不只是满足学术上的好奇心，它很可能成为一张开发全新抗癌药物的路线图。既然我们现在清楚地知道，癌细胞如此依赖这些G4股结构配对来驱动它们的生长引擎，那么未来我们或许可以设计出专门识别并稳定这些癌化G4股结构的药物。等于是精准地卡住癌细胞的引擎开关，同时尽量不影响健康细胞里那些负责正常功能的开关。在你提供的资料最后，还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，关于一个叫做 DPYSL2-PMA2 的基因区域，它显示单一个含有G4股结构的增强子，竟然可以像一个极其精密的双向开关，同时开启它旁边的一个基因，又关闭它旁边的另一个基因。对，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思考点。如果这些我们过去几乎无法捕捉到的微小 DNA 结构能扮演如此精准且复杂的双向调控角色，那么在我们庞大且曾被认为充满垃圾序列的基因组中，还隐藏着多少类似的我们尚未理解的复杂生命密码，正静静地等待着像人工智慧这样强大的新工具去帮助我们一一破解。